它有可能会成为投资市场的新宠，可能会因此而大放异彩的投资工具。现在无疑是一个投资的拐点。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最近有在关注全球的金融局势吗？你有发现到吗？2023年6月份美联储已经宣布了暂停停止升息。这个暂停停止升息是这2年来首次的暂停停止升息哦。那这对投资市场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因为在过去这1年当中美联储已经连续升息了10次现在无疑是一个投资的拐点。那在这种关键时刻，你知道自己的投资组合应该要如何进行调整吗？在这个影片当中，我将会探讨这一个重大的政策改变，它可能会对债券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1年内，债券可能会有的绩效的表现。另外，我会跟你介绍一种可能会因此而大放异彩的投资工具，那就是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在这次暂停升息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成为投资市场的新宠哦。那如果你是知道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退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或者是我投资的攻略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在过去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经历了美联储历史上最积极的升息周期。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已经来到了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你打算领高额的固定利息的话呢，现在其实已经提供了非常多不错的美国债券的投资机会在我录影片的当下，6月16号，美国1年期的短期公债都提供了5%以上的到期收益率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收益率好，那现在美国的债券市场的确提供了非常不错的收益率。那历史当中，如果美联储开始停止升息之后呢，接下来债券的市场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呢？那自1989年开始每当美联储开始从一连串的升息周期当中呢，开始暂停升息之后呢，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平均会在停止升息后的1年内下降1%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那债券的收益率下降就会导致债券的价格上涨。那如果我们能在美国债券收益率下降之前呢就买入美债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赚到债券的价差。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对那种债券波段操作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机就连 LPL 的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分析师都表示预期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会保持在3.25% 到3.75% 之间，而且他认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还有可能会低于他的预期，或者是至少不会比3.75% 还要高。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去投资核心债券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得到非常不错的正报酬。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是自1984年以来美联储停止升息之后呢，核心债券的一个绩效表现。那你可以看到下面有1984年、1987、1989、1995，还有2000年、2006年跟2018年，总共有7次升息之后呢，开始暂停升息之后的债券表现。你可以发现蓝色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暂停升息之后呢，债券的6个月之后的表现。你可以发现在暂停升息之后呢，未来6个月的债券表现都是正值的。那未来1年，也就是橘色的部分的话呢，它的表现是更加的优异。那平均表现来看的话呢，未来6个月它的债券表现大概是8%左右，那未来1年的话呢，则是13%左右。那什么是核心债券呢？那核心债券就是包含美国国债以及美国的投资级公司债券。所以呢，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几档台湾就买得到的投资级的美元公司债券 ETF， 你或许可以从中寻找一些投资机会好，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介绍3档美元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那第一档是00725B 国泰10年期以上的 BBB 美元吸收公司债。那第二档是00720B 元大20年期以上的 BBB 级美元公司债。那第三档则是00740B 的富邦10年期以上 BBB 美元吸收公司债。那这3档公司债券 ETF 呢，他们的追踪指数我都放在下面这一边。那他们成立日期的话呢，都是在2018年成立的。那成立至今大概就是5
年的时间。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最大的就是00725B 它的资产规模来到了767亿是台湾目前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当中呢资产规模最大的。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这档 ETF 是24683人，那最大的呢则是00720B 它是661,598人。那受益人数如果我们直接看固定值的话呢，你可能没有感觉。那如果我们看受益人数的增长值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个端倪那就是00725B 它从2023年年初至今为止它的受益人数增长已经超过了1000%，是这3档公司债券 ETF 当中受益人数增长最多的一档 ETF。为什么这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可以增长的这么的多呢？等一下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档 ETF 有哪些的优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2022年的总开销费用的话呢，分别是 0.38%以及 0.46% 以及 0.31%。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这3档 ETF 都非常的便宜你只要50元以内就可以买到一股。那这3档 ETF 他们的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话呢，都是在每年的1月、4月、7月跟10月份会进行除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3档 ETF 它们的绩效表现的部分。那首先呢，00725B 它今年以来的绩效表现是 4.22%， 那 00720B 的话呢则是 0.53%， 那 00740B 的话呢则是 4.58%。好，那这3档公司债券 ETF 呢，它们的绩效表现的话呢都是正报酬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00725B 这档国泰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让它的受益人数可以在2023年成长1000%。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00725B它是台湾目前投资等级公司债券 ETF 当中规模最大的。那规模越大的 ETF 的话呢，就代表说它越加的安全，也就是说它不容易去下市那对投资人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吸引力。那我认为这也是造成它收益人数大幅增长的原因之一。那第二个就是00725B 它有一个筛选条件，那就是产业分散条件。它有要求它的成分股的产业在某一个产业当中不能超过20%，也就是说它不会出现那种像是0050那种台积电就占据了50%的份额这种情况发生。那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毕竟目前专家都预估未来美国经济将有可能会进入经济衰退的一个周期。那透过各产业债的一个分散投资那我认为它就可以减少我们面临的景气风险。那为什么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的经济未来可能会步入衰退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介绍现在我们可能会面临的经济衰退，以及如果我们面临经济衰退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好，那00725B 还有第3点的优势，那就是它有一个最低票息率4.5%以上的限制，也就是说它的成分债它的票息率至少要来到4.5%以上。那如果是4.5%以上的债券的话呢，就不能纳入其中。那这个条件会让00725B 在之后的降低利率的环境当中呢，可以使它的票息率相对的比较稳定那最后一个就是00725B 它的一个折溢价的表现是非常的优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这是自5月以来它的每日的平均溢价。你可以看到00725B 它的平均溢价是 0.1%， 那 00720B 的话呢则是 0.69%， 那 00740B 的话呢则是 0.33%。那有投资 ETF 的人都知道，我们投资 ETF 的时候尽量不要在溢价的时候进行买入，因为买入的话呢就等于是现买现亏。所以说呢，我们的溢价表现的话呢就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找溢价表现比较稳定的 ETF 进行投资，这样对我们投资人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好的。好，那接下来我 Kevin 就来分享我自己的研究心得。那我们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开始停止升息之后呢，美国的债券它可能会有大幅度上涨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你是希望做一些波段的操作的话呢，那现在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进场时机点。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记住的就是，投资的结果没有绝对。以上只是 Kevin 帮大家整理各个投资产品之间的差异，以及我统整出来的一些讯息。那大家可以从中挑选适合自己的投资标的。但是债券的投资报酬率还是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响，像是通货膨胀，或是经济增长的预期，或者是公司信用平等的变化，以及全球资本流动性的一个改变。那实际的报酬率的变动可能会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评估。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就这样吧。19分钟。